一份公司年报发布之后的前30个交易日，多空异常组合吃到的超额收益是之后120个交易日的20倍。这不是我说的，是一篇维奥诺维拉的论文实打实测出来的。今天我把最近6篇最前沿的量化投资和金融 AI 论文揉成一条线讲给你听，他们正在悄悄重写3件事。 AI 怎么预测股价，异常收益到底从哪儿来，以及你用 ChatGPT 做理财建议时为什么可能正在悄悄亏钱。全是论文原文数据，每条我都标了出处。先点个订阅，这种级别的论文精读外面很少有人说。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Edward 的公司研究频道，希望我们共同打造一个既看数据又听故事的交流社群。如果你希望看到我更多的研究内容，希望点赞订阅我的频道，分享给有需要的人。今天的节目是分享一些最近读论文和研究的感受，先抛3个核心结论，后面全是论证和出处。第一，深度学习正在用嵌入重写预测模型，把行业变成向量塞进 LSTM， 模型自己就在隐空间里把防御板块和周期板块分开了。第二，异常收益的本质不是因素，是资讯反应速度，谁先对组合分配资讯定价，谁就拿阿尔法。而且多空异常收益居然能预测大盘。第三， AI 既放大财富也放大风险，一边是 LLM 投顾，让普通人离最优理财更近，却因提示词品质鸿沟拉大贫富差距。另一边是 88% 的金融机构在用自主 AI 交易，却完全没有治理框架。先讲第一个，怎么让深度学习模型不再一视同仁地预测所有股票。传统 LSTM 有个致命假设，它默认所有股票共用同一套状态转移方程，但现实是公用事业和科技股对宏观冲击的反应天差地别。 Julius Dobot 在 Archive 的一篇论文里给 LSTM 加了2个东西，一是宏观金融协变数注入，把利率曲线 VIX 恐慌指数信用利差直接灌进 LSTM 的输入端，让网络根据宏观状态自动调节对微观特征的敏感度。二是可学习的善区嵌入借鉴 WordRWiki 把词变成向量的思路。对，就是那篇 Makeloff 的词向量论文，把 GICS 行业标签也映射成高维连续向量，和股票特征、宏观变数拼接后一起训练。公式就不读了，感兴趣的可以自己找来看。结果很惊艳，模型没经过任何人干预，就在前空间里自动把防御板块、公用事业、必选消费聚在一起，把周期板块、科技、金融聚成了另一团。而且论文还提了个权重贡献度指标，能量化行业资讯对预测的真正贡献。对比更直观，在报告整理的模型对比表里，基础 LSTM 在新市场体制下 Alpha 会衰减，而善区嵌入 LSTM 显著跑赢所有基准，夏普和最大回撤都明显优化。第二段是这期最反直觉的部分，异常收益到底从哪儿来？传统框架法马、弗伦奇5因数那套，把异常收益当成静态风险补偿，但3篇论文把它拆穿了。第一发布时点决定一切。Villanova 的事件研究法发现，异常收益不是泛泛的新闻反应，而是由组合分配资讯严格驱动。10 K10 Q 年报发布后的前30个交易日，多空异常组合的超额收益比之后90日高6倍，比120日高20倍。而在资讯严重滞后的120到240天，静态再平衡和每日动态再平衡的年化收益差高达 6.53%。 更狠的是，对冲基金对资讯反应速度每快一个标准差，未来年化异常收益就高27到48个基点。所以异常收益本质是对新分配资讯快速定价的流动性补偿。第二，错价修正的非对称性能预测大盘。 Rapak 和 Zhou 证明多空异常组合对大盘超额。
收益有显著的样本外预测力。机制叫非对称错价修正持续性 MCP， 做空腿通常严重高估，但卖空限制借券成本让市场修正极慢极持久。用多空收益差抵消共同杂讯后，就能提取出高信噪比的大盘方向。信号做空腿高持续性修正占主导时，多空异常收益和未来大盘显著负相关。第三，收益的波动是谁造成的？ Quantpedia 拆解发现，约 39% 的异常收益方差来自投资者对股票特征的需求变化， 12% 来自资金流诱导的机械交易，而小型非 13F 机构和散户是驱动这一切的主要力量。还有个细思极恐的发现，一篇美联储的论文说，当某个异常因素被学术发表发现后，套利资金涌入其多空收益平均衰减 44%， 因素之间还被尾部风险绑在一起。换句话说，你看到的因素可能已经被 crowds 掉了。第三段离我们最近，用 LLM 做理财建议到底靠不靠谱？ MIT Sloan 的 Joel Kaman 和 Stanford 的 Deceiver 建了个横跨22到90岁的全生命周期模型，精确量化了 GPT 5.2 和 Gemini。Sunflash 的理财建议品质。好消息是，把 LLM 建议注入全生命周期模拟，确实能把普通人拉到接近生命周期理论最优决策的位置。他鼓励分散买权益基金，留足应急储蓄，随年龄降权益配比。但它有3个结构性缺陷：遭遇失业等收入冲击时缺乏敏感度，容易过度消费，有被动漂移，不会主动再平衡，退休提款阶段给的提现比例过低，反而压低了生活品质。而最该警惕的是财富不平等放大效应。研究测出金融素养低的用户到60岁比高素养用户少积累近5万美元 4.11%， 女性导向的路径比男性少近6万美元 4.10%。 差距里2/3来自需求端，女性更爱用家庭。买菜这类词，男性用策略加密，1/3竟来自供给端，即便 prompt 完全一样，只加个女性标签，模型给的建议都不同。核心命题一句话， AI 投顾的会议程度不取决于模型，而取决于你提问的内容。但个人端的风险还不如机构端吓人，这部分是我最想关注的。Aldrich 和 Crocus 调研发现，高达 88% 的金融专业人士承认，机构已全面部署自主 Agentic AI， 却完全没有操作性治理框架。再将 SEC 提交 FOMC， 明确披露用 AI 的75家大型资管理，只有24家 32% 制定了正式 AI 治理政策。根子是架构错配，传统 S217 模型风险管理建立在静态验证假设上，而 Agentic AI 会连续重训练自己改权重，从原理上就推翻了静态审阅。他们提了4层治理架构，策略层神奖励函数，工程层用后悔协方差 Cough Regret 及时检测漂移并触发熔断，组合层盯第三方嵌入模型的供应链变更，系统层用量化拥挤模型防系统性共振。那个拥挤模型的结果很震撼，平静市场下2家机构联合，最大回撤概率 39.2%， 一旦转入压力体制，概率暴增到 79.3%。 危险在它的非线性，平时单加风险模型啥也检测不到，一旦流动性冲击，同质化 agent 会在微秒级同向平仓，引发跨机构清算灾难。所以我的理解是，技术红利是真的，但没治理的自主 AI 也是行业需要考虑和关注的事情。这些论文在提醒我3件事。从做量化的角度来看，别再用一视同仁的 LSTM 了，把行业嵌入和宏观变数接进去，这是以被实证跑赢的路线。异常收益要去抢发布后30天的资讯反应速度，而不是死守静态因素。从普通投资者的角度来看，用 LLM 做理财建议前，先把 prompt 写好，带上具体资产，
税率跨期规划、细节品质天差地别，也别盲信他的再平衡和退休提款建议，那2块他偏弱。从资管机构的角度来看，对照那份90天路线图先盘一遍。第一，30天建 AI 登记簿，审奖励函数；31、60天上后悔协方差熔断；61点到90点天审第三方嵌入供应链和拥挤披露。没治理框架就上 agent 等于裸奔。一句话收束：前沿量化研究的未来是深度学习的微观结构重构加自适应非静态治理体系的结合，嵌入成了通用语言。但少数头部供应商掌控着底层模型，这本身就是一个隐蔽的供应链风险。如果这份内容对你有所帮助，请不要吝惜你的点赞，这是支持本频道最简单的方式。也告诉我你想看到更多这样的内容。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并订阅频道。你的点击对我们至关重要。本研究仅供讨论分享用途，不适用投资建议。我们下期再见。最后留个问题，你觉得 AI 投顾拉大财富差距这事，该靠监管、靠平台，还是靠用户自己提升提问能力？评论区见。